欢迎探索维多利亚生活。嘿，里边我声音吓到咯。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滤镜还有 AI 修图的问题。大家可能有看到新闻，抖音好像有要禁过度夸张的美颜滤镜嘛。那当然，抖音现在官方还没有证实啊。不过这也代表了观众啊，对于过度夸张修到都是另外一个人的滤镜啊，排斥感越来越强啊。相信有很多的朋友们应该有看过背景啊、建筑物啊都变形的那一些，都很明显不是这个拍的人原本的样子。那 AI 修图也是一样的道理啊，有蛮多的网友会质疑某些人用 AI 把自己修成另外一个人的样子，然后发照片上来骗人。我最近刚好看到一篇文章，大意是说有一些板上的板友啊，利用 AI 修图把照片修成不是自己的样子，骗大家说你看我打扮起来这么漂亮，但其实并不是这样子。我截取几段留言，我念给大家听哦。我可以骗大家说这是我骗不懂特技的小朋友。那 AI 不能生成色情图片都骗人的，但明眼人看出来这种行为很可恶，骗战真的有这么爽吗？支持不是 AI 修图就是一堆 AI 生成图，这样获得赞跟追踪很不踏实。自己随便拍一张照片就丢给 AI 去修图，重点就不是你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存在的世界上，而是你丢给 AI 修图发出来哗众取宠，不敢诚实面对自己，是非常可悲的事情。我认真觉得 AI 修图不算什么，不过至少要有底线，原来的样子都看不出来，你确定这是你？那从以上你可以看出来，网友对于修图修过头这种行为是非常的反感的，他们觉得就是在欺骗。那到底 AI 跟滤镜修图该不该用？我先说我的结论，我不反对滤镜，也不反对 AI 修图。相反的，我觉得他们是非常好用的工具。但是我觉得使用这些工具啊，有一个前提就是你不能违背了你的真实性。所谓的真实性，并不是说你的照片、影片出来完全都不能修，而是说，假设今天有一个陌生人，他在现实世界中遇到你了，那他看到你的照片、影片和看到你本人，他会觉得说，看起来好像差不多是同一个人，而不是说这根本是两个人。像我自己在进 YouTube 频道，我其实非常常用滤镜跟 AI。有时候我在镜头前，我觉得我状况可能不是很好，我需要用滤镜帮我修饰，让我看起来更有精神、更好看一点。脚本用 AI 帮我修稿，像我就会用我自己的照片啊，丢给 AI， 请 AI 帮我生成短影片，我要用来当成过场的素材用的。但是虽然这个影片是 AI 生成的，不过你还是可以很明显看得出来是我。我记得20年前啊，那个时候修图软件超难用的，很不亲民啊，然后界面又很复杂，很容易就会变成看起来像小朋友用小画家来涂鸦那样子。所以当时啊，基本上你照坏了就是照坏了，没得救。除非你有很厉害的摄影师朋友，他会用修图软件帮你修。我有认识1-2个这样的朋友啊。那不过呢，这些朋友基本上都很抢手，有很多人会排队修照片，所以你想要拿到照片都要等很久。因为他们工作都排很满。在大概1-2年前，那个时候我知道有滤镜这个工具，我那时候其实蛮高兴的，我会觉得说哇，好棒哦，这个就是个懒人版的修图模板，我只要按几个键，我就会变得很漂亮，很像小朋友拿到新玩具这样子，非常兴奋啊。有看过我比较早期影片的朋友，可能就会发现说，其实我早期的影片滤镜是开比较重的，不过我用久了，我就觉得说这根本就不是我。我干嘛拿这来骗自己呢？对不对？你在照片里多漂亮，你自己心里很清楚啊。那根本就不是你真正的样子。越新的影片呢，滤镜越开越轻。不管是 AI 或者是滤镜修图，我都希望在镜头前呈现出来的跟真实的我看起来是差不多的。所以呢，我现在把更多的资源还有时间精力花在化妆打扮、保养、医美、身材管理，就是提升自己。而不是去研究那些滤镜啊、AI 修图啊。我会坚持说，镜头前的我看起来是不是跟原本的我是差不多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的目标是希望有一天能够不靠修图就可以把照片跟影片直接丢上来。我知道这个目标是有点困难的，不过我觉得这样做呢，就算我没办法达到我理想目标，至少我可以让自己在现实世界中越来越好看，尽可能的往理想的那个方向靠拢。AI 跟滤镜真的是非常好用，他们是非常好的工具。不过我也时时提醒自己，不要被这些工具蒙蔽，不要太依赖他们。我自己有几样东西自己最清楚了，
如果你真的想要走出去的话，我是鼓励大家提升自己，而不是靠这些 AI 啊跟滤镜啊来麻痹自己。那当然，以上的前提是建立于你如果是想要大大方方走出去，跟大家互动的前提啊。如果你只是希望让自己在照片中看起来漂漂亮亮的啊，你没有打算跟外面人互动，那当然没有问题。你可以尽情的用滤镜 AI 修图，这个都没有问题。主要是看每个人想要的是什么了，这个没有对错的。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请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然后记得看我更多影片。下次见喽，拜拜。